同为汉初三杰，为什么韩信被诛灭三族萧何饱尝牢狱之苦，而张良却得以功成身退？作为中国第一谋圣，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进则为帝王师，退则为逍遥身，就连诸葛亮在其面前都显得黯淡无光。可以说，没有张良，就没有刘邦的大汉王朝。而在帮助刘邦立国以后，张良又能急流勇退，隐居于紫柏山中，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纷纷效仿的典范。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口气看懂张良的传奇一生，从公元前250年在韩国出生，至公元前186年病逝。张良终年65岁，却为大汉王朝操了一辈子的心。他帮助刘邦智取宛瑶，使其得以在项羽之前入主关中；鸿门试验计保刘邦，使其有惊无险，全身而退。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张良献计明烧栈道，声东击西，使其得以复得关中下邑奇谋，更是帮助刘邦战胜楚军，功成身退。之后，张良又被吕雉请出再画良策，保住了刘盈太子之位。可以说，西汉的成长与张良那是息息相关。要想看懂张良的一生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张良，字子房，战国末年韩国人。公元前250年，张良出生，可以说他是汉初三杰中出身最为显赫的一个。他的祖辈在韩国担任过5代的国相，所以从小张良就接受了非常正规的诗书礼教，冥冥之中他就是韩国国相的天选之人。而且张良不仅出身显贵，还长得如同女人一样漂亮，简直就是一个高富帅。就这样，张良在其万千宠爱于一身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可就在张良21岁时，韩国却被秦国所灭，张良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在这一刻化为了泡影。于是他带着300名私家仆从，将全部的家财都投入到了反秦的事业当中，一心想为韩国复仇。公元前218年，张良耗尽了万贯家产，收买了一个大力士，专门为这个大力士打造了一只重达120斤的大铁锥，并差人四处打探秦始皇东巡的行踪，准备行刺秦始皇。当东巡的车驾行至波浪沙的时候，提前埋伏好的张良指挥大力士用大铁锥朝着车队中最豪华的那辆车砸去。虽然乘车者当场被砸身亡，但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就有所防备，所以时常换乘座驾，幸免于难。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典故的由来吗？事发之后，秦始皇愤怒异常，下令在全国缉拿元凶。33岁的张良不得不改名换姓，流浪到下邳，从一个初出茅庐的贵族少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儿。但也正是他在下邳流浪的经历，使其得以快速成长。1年后的一天，张良散步到沂水一桥头，偶遇一位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故意把鞋脱掉扔到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为自己捡鞋，捡了鞋不说，还抬起脚让张良为自己穿上。得亏一时落魄的张良强压怒火，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点，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将鞋穿好，并多次忍受住了老人的无理刁难，这才得到了一本名为《太公兵法》的无价之宝。在流浪的10年中，张良细心研读此书，为以后帮助刘邦出谋划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流浪生涯也使得张良得以洞察百姓的疾苦，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推翻秦王朝的决心。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各地的反秦武装也风起云涌。42岁的张良此时便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但因身善事孤，难以立足。于是张良便率众前往投奔刚刚被项羽所拥立的楚王，谁知道却在半路被刘邦截了胡。2人一见如故，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向刘邦献策，刘邦也能够马上领会。因此张良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楚王的计划，决定辅佐刘邦。1年后，项梁、项羽叔侄所率领的队伍已经发展至7万人之多，并召集各路义军首领在薛城共商大事。不忘复兴韩国的张良便向项梁献策，让其拥立衡阳君为韩王，借机被楚国多数党羽。就这样，张良达到了自己复韩的目的，并如愿地成为了韩国的司徒。
也就相当于丞相。但韩王的军队却在收复失地的战斗中与秦军打成了拉锯战，迟迟未能打开局面。而刘邦这头也被楚王承诺，谁先入关中，便可立而为王。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兵攻占颍川，与张良、韩王合兵一处之后，接连攻取了秦国数十座城池。刘邦请韩王留守故都阳翟，带着张良继续挥师南下。在张良的计策下，刘邦兵不血刃地轻取了宛城，解除了大军西进的后顾之忧。经过张良的运筹，刘邦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又取下了姚城，大败秦军于蓝田，比项羽提早一步进入了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献上的传国玉玺，退兵霸上，约法3章，从而在与项羽的争霸中占据了主动。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大军攻破函谷关，想要与刘邦一决雌雄。张良利用自己与项羽的叔父项伯之间的交情，给刘邦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计策，使得刘邦得以在鸿门宴中全身而退。不久之后，项羽恃强凌弱，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按照自己的喜恶分封了18位诸侯王。刘邦自然被封到了最为偏僻荒凉的巴蜀，做了汉王。更过分的是，项羽还将关中之地一分为3，分给了秦朝的3个降将，想借此来遏制刘邦北上。张良在离开刘邦返回韩国之前，将刘邦所赐的金银财宝悉数给了项伯，让其说服项羽给刘邦加封了汉中地区，还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栈道，表示再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这才有了日后张良、韩信携手一个明烧栈道，一个暗度陈仓的历史佳话。但无辜的韩王却因此被项羽所杀，张良也只好投奔刘邦，被封为成信侯，时年45岁。因此项羽杀韩王，也间接地帮了刘邦一个大忙。公元前205年，刘邦接连收降了5个诸侯王，得兵56万，秉承着项羽集中力量攻打田荣的时机，攻下了楚国都城。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刘邦很快便大败于项羽回救的部队，只好带着张良等数十骑狼狈出逃。逃至下邑时，惊魂未定的刘邦已经心灰意冷，认为大势已去，而张良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献上了著名的下邑之谋。先是策反了九江王英布，又遣使联络彭越，之后派韩信北击燕赵等地，迂回包抄楚军，内外联合之下，最终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1年后，韩信击败龙驹灭楚军20万，汉军完成了对楚军侧翼的战略迂回。公元前203年，项羽与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就在刘邦准备撤兵的时候，张良以一个谋略家深邃的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建议刘邦若放楚东归，犹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撕毁盟约，亲率大军追击项羽。见韩信和彭越迟迟不肯出兵，张良深知其中的奥妙，于是让刘邦以加封土地为代价，最终是韩信和彭越率军而下，五路大军将项羽困至垓下，最终自刎于乌江。1年后，刘邦正式即帝，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韩信、张良、萧何被刘邦认为是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的最大功臣，因此这3人被后世称之为汉楚3杰。刘邦更是盛赞张良道：辅运筹策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表示自己不如张良，并在张良的劝说下定都关中，大肆分封，确保了汉朝的稳定。次年张良48岁，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也成为了日后谋士的最高评价。在天下初定的5年里，张良渐渐地开始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逐步从帝者师退居为帝者宾的身份。在刘邦诛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也遵循着可有可无、时尽时止的处事原则，极少参与谋划。面对皇室内部的残酷斗争，张良则恪守书不见亲的遗训，明哲保身。直到公元前197年，西汉王朝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察觉吕后怀有异心，有想要代刘而亡的迹象，于是便想改立太子。吕后眼看儿子的太子之位不保，于是赶紧向张良求救。张良认为天下方定，
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使天下安定。于是告诉吕后，只有请到商山4号，才可保下太子。这个吕后还真将4位老者请下山来辅佐太子。刘邦见太子羽翼已丰，就再也没有提及改立之事。吕后也因此对张良更加敬重。1年后，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亲自前去镇压，让张良辅佐太子，代理朝政。张良也是极少出来议事。公元前186年，65岁的张良病逝。张良的一生论功行封时，他请赐过3万户10邑的封地，而选择了在自己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做了留侯。汉朝政权日益稳固时，他又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明哲保身，这才有了如今的刘侯祠，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节无损的谋臣之一，被后世争相效仿。